24节气大暑的传说及由来。大暑 Great Heat 是中国传统24节气之一，通常在每年7月22日至24日之间，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此时太阳到达黄经120度，正值酷暑难耐，天气炎热，雨水丰沛，江河水位猛涨，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，阳光直射，气温高，降水量大。关于大暑的传说和由来，月令72候集解中说，大暑，6月中，暑，热也，就热之中分为大小，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，今则热气尤大也。通纬孝经元神气云，小暑后15日斗指谓为大暑，6月中，小大者就极热之中，分为大小，初后为小，万后为大也。大暑期间，流传于民间的习俗很多，在文人的笔下，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。火神祝融的故事在古代中国神话中，火神祝融是掌管火焰和夏天的神祇。相传他在大暑时期会降临人间，带来炙热的天气。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夏季酷热天气的敬畏和崇拜。火神祝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重要人物，被视为掌管火焰和夏季的神祇。他的故事充满了奇幻色彩，既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崇拜，也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。祝融的名字首次出现在《山海经》中。相传，祝融是天地之子，他生来就有驾驭火焰的能力。祝融的职责是掌管火焰，维护天地间的秩序。在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中，火属于五行之一，与夏季相对应，因此祝融也被视为夏季的代表。祝融最著名的传说之一是他与水神共工之间的战斗。相传，共工是一位性格暴躁的水神，他经常掀起洪水，危害人间。有一天，共工因为在天帝的宫殿中失礼而被惩罚，他一怒之下撞向不周山，导致天柱折断，天塌地陷。为了挽救这场灾难，天帝命令祝融出马。祝融身披火焰战袍，手持火焰神枪，驾驶住一辆火焰战车来到不周山。他用火焰神枪驱散了共工的洪水，修复了破损的天柱，重新恢复了天地的秩序。这场战斗展示了祝融的英勇和智慧，也象征住火焰的力量可以驱散黑暗，带来光明和秩序。除了战胜共工，祝融还有许多关于教化人间的故事。相传，祝融不仅是火神，还是火的发明者和使用者。他教导人类如何取火、用火，带来了光明和温暖。祝融教人们用火来烹煮食物，这不仅改善了人们的饮食，还大大提高了生活质量。祝融还教导人们如何用火来驱除野兽，保护家园。他的这些贡献使得他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崇拜。每当夏季来临，人们都会举行祭祀活动，祈求祝融保佑丰收和安康。祝融作为火神，象征着光明、温暖和生命力。在古代农业社会中，火的作用至关重要，它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工具，还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。祝融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火的崇拜和感激，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祝融的故事和形象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古代文献、艺术作品和民间传说中。例如，在楚辞中，屈原提到祝融，祝融之竹，
九光之光这表达了对祝融的崇敬和赞美。祝融的形象还影响了后世的道教和民间信仰。在道教中，祝融被尊为火德星君，是五方五老之一，掌管南方火德。他的信仰也广泛流传于民间。每逢重要节日，特别是与火有关的节日，人们都会祭拜祝融，祈求保佑。龙王降雨，在中国的某些地区，人们相信大暑期间是龙王掌管降雨的时候，龙王掌控住水和雨，这段时间的降雨量大多与龙王的活动有关。这个传说体现了农业社会对降水的依赖和感激。龙王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重要人物，掌管水域和降雨的神奇。关于龙王降雨的故事，不仅体现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想象，也折射出他们对雨水在农业生产中重要性的认识。龙王起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，是掌管水域和降雨的神奇。龙王的形象通常是威武而神秘的巨龙，居住在深海或江河湖泊之中。龙王被视为水的象征，能够呼风唤雨，调节天气，是古代农业社会中最受尊敬的神灵之一。在中国古代，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，降雨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。由于技术和科学的限制，古代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界的降雨现象，于是便创造了龙王降雨的传说。相传每逢前旱季节，农民们会到龙王庙祭拜，祈求龙王降雨以滋润田地，确保农作物丰收。例如，在一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中，当旱灾来临，农田龟裂，农民们面临粮食危机，他们会到龙王庙焚香祈祷，求龙王降雨。有的故事还描述龙王被人们的虔诚感动，腾云驾雾，降下甘霖，解救了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另一个有名的传说来自四川的都江堰地区，据说当地的水利工程建成后，天气依旧反复无常，农民们便请求李冰，当地的水利工程师，祈求龙王保佑。李冰于是带着祭品来到河边，向龙王祈求稳定的降雨。据说当晚，龙王便显灵，开始定期降雨，保证了当地的农业丰收。这个传说至今仍在当地流传，并成为都江堰水利工程传奇的一部分。在古代农业社会中，降雨的时间和数量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。降雨不足会导致前旱，农田失收，而降雨过多则会引发洪涝灾害，同样对农业造成巨大损失。因此，人们对龙王这一掌管降雨的神奇寄予厚望，希望通过祭祀和祈祷来获得稳定的天气，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。龙王信仰在中国各地广泛存在，形成了许多与降雨相关的民间习俗和仪式。每当旱季来临，农民们会自发组织祭祀活动，祈求龙王降雨。这些祭祀活动通常包括焚香、献祭品、诵经等，表达对龙王的敬仰和期望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地方会在龙王庙前设置祈雨的石碑，记录每次祈雨成功的日期和雨量，以示对龙王的感谢和纪念。在一些农业社会中，祈雨仪式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活动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，也成为凝聚社会力量的一种方式。龙王的形象和故事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也有广泛的表现。例如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曾多次与龙王打交道，请求降雨或解决水患问题。这些故事不仅增添了小说的神秘色彩，
也反映了龙王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在古代诗词中，龙王降雨的情景也时常被描绘。例如，唐代诗人杜甫在《丽人行》中写道：花萼佳成春欲晚，龙池佳丽天中艳。这些诗句既描绘了美丽的自然景色，也表达了对龙王降雨的感激之情。大暑的确立主要来自于中国古代对天文和气候的观察。古人通过观察太阳的位置和天气变化，将一年分为24个节气，以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。大暑节气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业社会。在古代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都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。大暑这个节气正是夏季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，也是收获的季节。因此，古人在这一天会举行祭祀活动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农业指导大暑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时期，特别是稻米。这段时间的高温和充足的降雨有利于稻米的生长，因此大暑对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天文观察大暑的确立基于古代中国人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观察。大暑在黄经120度左右，这意味着太阳直射地球，带来最强烈的阳光和最高的气温。文化习俗在大暑节气，人们有很多应对酷热的习俗，如喝消暑茶、吃绿豆汤、泡凉水澡等。这些习俗不仅是为了降温，也是对健康的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延续。喝消暑茶在大暑节气，人们常喝绿豆汤、薏米水等消暑饮品，以清热解暑。吃凉粉，凉粉是一种由绿豆或豌豆制成的食品，清凉爽口，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天食用。泡凉水澡，为了降温，人们会在河边或家中泡凉水澡，这也是一种消暑的好方法。吃伏羊指的就是在3伏天，即大暑、小暑、处暑之间吃羊肉。民间有冬至羊肉夏至狗，伏天吃羊肉赛人参的说法，认为伏羊肉能够驱暑益气、强身健体。喝伏茶是指在3伏天采摘的茶叶。民间认为伏茶性温，具有消暑解毒、清热降火的功效。贴伏标在3伏天，人们常会通过吃一些油腻、滋补的食物来贴伏标，以增强体质，抵御暑热。游伏是指在3伏天外出游玩、避暑的活动。在古代，人们常会在3伏天结伴出游，到山林中纳凉赏景。风筝活动，些地方会在大暑节气放风筝，这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，也寓意着放飞烦恼和酷暑，追求清凉和快乐。大暑作为24节气之一，我国古代将大暑分为3候：一候腐草为营，2候土润入暑，3候大雨时行。大暑时，萤火虫卵化而出，所以古人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。第2候是说天气开始变得闷热，土地也很潮湿。第3候是说时常有大的雷雨会出现，这大雨使暑湿减弱，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。